土耳其又搞大动作，服役全球首款无人机航母。美国海军的设想难道被土耳其抢先一步实现了？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海战无人化时代即将来临？2023年4月10日，土耳其海军的阿纳多卢号航母在伊斯坦布尔图兹拉的塞德夫造船厂举行服役仪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了仪式，并发表讲话称，阿纳多卢号是土耳其海军的旗舰，也是整个土耳其的骄傲。他自豪地表示，阿纳多卢号是世界上第一艘设计用于起降攻击无人机的军舰，并且具备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军事和人道主义行动的能力。因为有了阿纳多卢号，土耳其将成为改变地区局势的世界领导者之一。埃尔多安这番讲话无疑不彰显出该艘航母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意义。当然，他这么讲的确也不是自吹自擂。阿纳多卢号航母舰长231米，排水量2.75万吨，吨位上不仅超过了先前的哥本号战列巡洋舰，成为土耳其海军历史上最大的战舰，同时也是环黑海地区国家中最大的战舰。上一个类似的大家伙还是俄罗斯黑海舰队早已退役的列宁格勒号直升机航母，其满载排水量不过 1.7 万吨，苏联解体之后就被随之拆解。此次土耳其下水这么一艘将近3万吨的大家伙，不知道俄罗斯会怎么看，恐怕只能是酸溜溜的看了。毕竟曾经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才是该地区唯一拥有航母的舰队。除了下辖的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2艘直升机航母外，数艘基辅级航母的测试也是在黑海完成的。但如今的黑海舰队不仅再也没有了航母，就连后来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也被击沉，黑海舰队彻底沦为了澡盆舰队。曾经的黑海小弟土耳其海军，如今其实力已然将黑海舰队老大哥比了下去。讲到这里，有观众朋友要问了，这艘阿纳多卢号虽然个头不算小，但其不到3万吨的体型，硬要说是航母，怎么着也有点勉强吧。没错，如果按正常海军的编制来算的话，阿纳多卢号充其量也就是个两栖攻击舰。但大家别忘了，埃尔多安是怎么说的？这是一艘为无人机打造的舰船，其飞行甲板面积为5440平方米，比法国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还大。按照无人机的体型作为参考来看的话，阿纳多卢号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航母了。那么为何无人机母舰这样新锐的武器概念竟然在土耳其这么一个海军力量毫无存在感的国家上实现了？其实土耳其能抢到这么个第一实属意外，甚至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埃尔多安口中的这艘无人机母舰虽然是由土耳其在塞德夫船厂自行建造，但其却并非由土耳其独立研发。该舰的原型是西班牙海军的胡安卡洛斯1世级战略投送舰。该舰除了在西班牙和土耳其服役外，澳大利亚也有2艘，分别是堪培拉号和阿德莱德号。而战略投送舰这个概念虽然看起来新颖，但就舰船的功能而言并不是独一份，实际上就是融合了轻型航母和两栖运输舰的功能。舰体上方装配有直通甲板和舰首的滑跃甲板。值得注意的是，其并没有配备拦阻索系统，舰载机只能够垂直或滑跃起飞以及垂直降落。这么一看就很明显了，其能搭载的固定翼舰载机只能是摇式战机或者最新 F-35战机。飞行甲板下方是一个多用途的大型库房空间，可用来作为机库或放置车辆物资。库房以可拆卸的隔板分隔，一边作为机库，另一边作为车辆停放甲板。在标准情况下，机库面积为1000平方米，能容纳12架中型直升机或8架 F-35B 战机，而轻型车辆车库面积则为1880平方米，可容纳100辆轻型车辆或24辆土耳其装备的豹2A4坦克。能够实现类似功能的还有美国的黄蜂级和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都是采用了直通甲板加大货舱设计，既可搭载16至24架 F-35B 战机，还可搭载数十辆 M1A2 坦克或者各类战术车辆。不过这2款两栖攻击舰都是4万吨以上的巨舰，比土耳其这款无人机航母要大上不少。讲到这里，有观众朋友会问了，这玩意儿底子就是个两栖攻击舰，为何埃尔多安偏要宣称是无人机航母呢？这里就不得不讲到土耳其的难言之隐了。阿纳多卢号其实就是在没有渠道获得 F-35战机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
土耳其在进入2000年以后，曾发布过一份两栖登陆舰的招标文件，目标是新的舰船要能够成为未来舰队的核心，指挥现役的坦克登陆舰和登陆艇，共同承担海军登陆兵力投送及突击任务。同时，与正在研发的大型驱逐舰、防空护卫舰等舰艇组成作战编队，为海军提供强大的反潜防空保护伞。最初的计划是建造一艘类似于日本的出云级、日向级之类的军舰，只配备一个前面没有滑越坡道的飞行甲板，仅能为直升机提供起降功能。不过，该项计划随着 JSF 项目的落地而发生改变。该项目的成果就是如今的 F-35战机，其作为多国合作研发的项目，土耳其也是深度参与国之一。虽然并未过多的参与技术方面的研发，但也投入了14亿美金的研发费用。同时，还有多家本土公司参与了 F-35机体的制造，自然是有优先购买权。根据土耳其方面的计划，待 F-35技术成熟后，将一口气订购100架。这个数量别说是在中东地区了，哪怕放在北约中，也是战力独一档的存在。也就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对新型两栖舰的计划做出了修改。2013年底，在经过几轮投标后，土耳其选择以配备有滑跃甲板的胡安卡洛斯1世级作为新型两栖舰的原型开始设计建造，目的就是要搭载具备垂直起降功能的 F-35B 战机。这样一来，其战斗力就大幅增强，变成一艘极具杀伤力的轻型航母。虽然由于起降方式和载荷等限制， F-35B 的对地打击能力没那么强，但其空战和突防优势不容小觑，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杀手级别的装备。然而后续的发展却出了问题。2018年，土耳其不顾美国的反对，执意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系统，从而遭到了美国的制裁和封锁。美国随即取消了 F-35出售给土耳其的计划，原本已经完成生产，即将要交付给土耳其的 F-35也被美国扣留。这一事件对于土耳其而言影响相当大。其原本计划是先在2018年左右接收 F-35A 战机，接着再引进 F-35B 战机，在阿纳多卢号完成建造后，正好能够做到无缝衔接。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十分尴尬，专门为 F-35B 战机打造的两栖攻击舰却无 F-35B 可用。然而事已至此，木已成舟， F-35是没戏了。遥式战机太老，土耳其又看不上，难道只搭载直升机？这又不符合中东小霸主的雄心壮志。于是土耳其索性充分发挥自身无人机的优势，将其打造为全球首款无人机航母。其实无人机航母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提出，美军在印太等地区面临对手国家越来越强的防空反舰火力，早些年就提出了分布式杀伤理念，用数量更多更廉价的无人机替代有人驾驶战机作战，成为现阶段美国海军的研究热点。如今美国海军拥有多款无人机，如 MQ-8 无人直升机以及测试中的 MQ-25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通用原子公司也在 MQ-9 无人机的基础上发展了强化短距起降能力并增加折叠翼的舰载版本 MQ-9B。 不过美国在舰船上的方案与土耳其的不同，其由9万吨的阿拉斯加级油轮改装而来，比起专门建造一款军用舰船而言，花费更低，适合大量建造。庞大的体格使其能够部署海量的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甚至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更激进的无人母舰方案，不仅舰载机无人化，就连母舰上各种指挥调度和雷达侦察系统都实现无人化。这种利用民用船只进行改装的无人母舰，即使在战时被敌方摧毁，对美军而言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可控的。而土耳其这艘阿纳多卢号无人航母本质还是一款两栖攻击舰。在舰载无人机方面，研制生产了 TB2 无人机的拜卡公司将为阿纳多卢号研制至少2款舰载固定翼无人机，包括舰载型 TB3 无人机以及小型的垂直起降无人机。TB3 从外形上来看，就是在陆基的 TB2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修改，机身有所放大，并增加了折叠机翼，展开后长度达到了14米，基本上与 FA-18EF 超级大黄蜂的翼展相同。带来的好处就是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 1.45 吨，挂载能力也提升到了280公斤，这一指标相当于 TB2 的5倍多。
并且除了 TB3外，土耳其还计划将更先进的骑手泥棕无人机上舰。在近几次航展和防务展上，土耳其已多次公开展示过这款无人机。其采用压翼布局，并具备一定的泥棕能力，具备有主动相控阵雷达，最大起飞重量6吨，并可携带1.5吨弹药。然而，阿纳多卢号并没有装配阻拦索系统，无人机如何降落是个问题。火力军猜测应该会使用拦阻网对无人机进行收降。在舰载无人机数量方面，一共可搭载40余架，其中甲板可停放10架，机库里则可存放30余架。不过，这2款无人机虽然都在阿纳多卢号上面进行了测试，但目前都还未真正服役。尤其是骑手泥棕无人机在去年年底才完成首飞，2款无人机计划服役时间都是在2024年。这意味着目前阿纳多卢号主要作战能力还是依赖于直升机，也就是土耳其现役的美制 AH-1W 超级眼镜蛇。总体而言，虽然土耳其这艘阿纳多卢号成为无人机母舰多少有点被迫的意思，但也不失为一个开拓者，其能够给许多自身条件有限的国家一些启示。在无人机大放异彩的时代，传统的巨型航母真的只是唯一的选择吗？如果能够打造成本更低的无人机航母，是否能够大幅度减少人员伤亡，并提高作战效率呢？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阿纳多卢号这款全球首款无人机航母的名头是否实至名归？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